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张千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际焦点，当然就是川习会已经落幕了嘛，这是睽违6年呢，两个人再次会谈。我们先来看他们两人见面的画面。Good to meet you. 很高兴我们见面了。Great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Good to see you again.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也是。Me too.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成功的会议。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但是他是很强硬的谈判者哦，这不好。We know each other well. 我们相互之间非常。我们看到这个握手一握就是30秒，而且这个翻译出来了之后，真的是画面是蛮逗趣的。那么这个习近平是怎么去称赞川普的呢？我们也来看一下。President Xi is a great leader of a great countr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At the helm of China-US relations should stay the right course and ensure the steady sailing forward of the giant ship of China-US relations. I always believe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your vision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好，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川普是不断的在称赞习近平啦。那么在刚才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川习会桌上呢，其实啊，美中的相当重要的官员通通在桌上。有谁呢？陆方的与会者呢，有外交部长王毅，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而美方呢，则是派出了国务卿卢比欧、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好，这一场会议啊，他们是谈了1个小时又40分钟，最后呢，再一起走出会场。而在走出会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已经谈了这么久嘛，但是呢，川普还是依依不舍的，一直不断的在习近平旁边滴耳。我们看到他们走出会场了之后呢，两个人稍微点头握手，结果怎么样呢？川普脸靠了过去，先讲了一句话，然后接下来呢，他又一直在旁边低语。似乎呢是想要积极的去跟这个习主席来进行互动。好，不过呢，事后啊，川普说了，我们两个谈了什么呢？里头是没有谈到台湾的，但是我们谈到了排除稀土障碍，还有下调芬太尼关税至10%，甚至还说呢，我们也谈成了这个大豆，还有这个稀土，以及呢对中关税从57%下调至47%。另外呢，也说呢，将于明年的4月访中，而习近平会在那个之后的某个时候回访美国。但是啊，新华社是怎么来评论这一次的结论的呢？他说呢，习近平美中应该要算大账，避免互相报复。经贸应该继续成为美中关系的央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但是这次的谈判啊，川普其实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甚至说呢，我就是一个谈判高手。但是被《纽约时报》给酸爆了。再来是《经济学人》杂志也是酸爆了。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呢，说外界普遍认为，届时若有任何协议出炉，那可能就只是休战而已，根本不是协议。而这些协议呢，只是在为川普明年访中铺路而已。而 CNN 也说啊，这一场贸易战呢，是成为了一个习近平的大礼，让习近平有一个舞台可以证明说，北京不会被吓倒。好，再来我们看到啊，这个《纽约时报》它也报道了习近平这一次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强硬呢？因为对他来说呢，这是一个国家生死的一场战役。在习近平担任这个福建省主席的时候，他在桌上有一首诗，就是这一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好，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对国家有利的话呢，即便面临生死也一定要去做，怎么能够因为祸福而退缩呢？写这首诗的人呢是林则徐，林则徐呢就是当初禁止鸦片而引爆鸦片战争的人。因此呢，这个习近平呢一直是自诩说要把中国从当初的鸦片战争的颓势给拯救回来。而这一场美中贸易战当然就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一点，所以对习近平而言呢，他是绝对不能够向外来压力屈服的，也不能再以弱势地位去谈判了。
但是川普说他自己就是谈判高手，没有在怕习近平嘛。结果被《纽约时报》给大翻白眼，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川普呢总是在大吹嘘自己的谈判本领，幕僚甚至说他应该要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呢，事实上就是川普发动贸易战，结果发现手持关税而非刀枪去参与械斗。贸易恶霸硬不起来，就只好开始示好让步了。他的示好让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美国黄豆卖不出去啦，所以他只好示好让步了嘛。来看到这一次呢，谈判完之后啊，美国的豆农狂喜，因为呢，大陆是国企终于愿意去买18万吨的大豆了，这是今年第一次哦，中国大陆愿意去买这个美国的大豆，3批18万吨，哇，之前都已经塞爆了，现在终于有地方可以卖了。那这一次之后，川普也说呢，非常感谢中方大量采购，甚至呢，民主党人也报告说啊，川普出卖农民，给了大陆底牌，就是因为川普正输掉自己挑起的这一场贸易战，于是呢，美国处于弱势，给美国消费者还有企业带来了巨大成本，出卖了美国农民，并且加强了中国手中的牌，削弱了中国的筹码。好，当然啦，美国农民这一张牌呢，不仅仅是贸易战，也影响川普的期中选举嘛。那么，是不是中国就可以一直拿着这一张牌来去压制美国呢？首先，先来请教亮哥。今年中国大陆对美国采购大豆，目前短缺的部分是1500万吨啊，18万吨算什么啊？所以这个有谈等于没谈啊。我跟你讲，目前啊，因为川普他谈判结束，双方并没有联合新闻发布，然后川普就立刻飞走了。那川普就是完全比照贝森特在这个马来西亚谈完的吹牛啦。贝森特那个纯属吹牛，纯属炒股啊。贝森特说，中国已经同意稀土管制出口暂缓1年。然后恢复对美国的大豆交易，结果只下单18万。美国现在是短缺1500万吨了，所以你就知道贝森特吹牛到什么程度。那川普今天又继续讲啊，那登的媒体啊，《华盛顿邮报》啦、彭博啦、《华尔街日报》啦，我这个就是一种谈判策略啦，我就塞到你嘴里了。可是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只有商务部在这个吉隆坡的时候有说，我们对芬太尼部分有达成协议啊，然后呢，美国将暂停对中国的海事物流造船业301调查，就这样而已哦，其他都没有。那结果芬太尼今天就传出来嘛，川普当场拍板说，我愿意降10%。就只有这样而已啊！而且美国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而且美国的新闻也登出来了，中国大陆要求美国要允许辉达卖给中国 Blackwell B30的芯片，显然这个就是针对稀土管制出口的对口嘛。所以你半导体如果没有部分松绑，稀土延缓管制1年。我怎么可能宣布啊？所以我跟各位讲，没有那么简单呐啊！你去看今天台股，你就知道了嘛。为什么台股到最后是跌的啊？大家都看得懂啊。所以我建议媒体不要乱登啊。说什么？我们现在一堆财经媒体都在乱登啊，都在写川普、贝森特怎么讲啊？根本没有被证实啊。人家现在是看的是你半导体有没有部分解禁。那中国大陆稀土管制暂缓1年，可能就会落实啊。那另外一个就大豆，你真的要叫中国大陆恢复购买大豆到2024年的程度，去年是2200万吨，今年到现在只有600万吨落差这么大，你还好意思说恢复交易？结果只下了一个18万吨。我跟你讲，如果他真的要恢复真的那个交易了，据我了解，中国大陆提出来的是大家都回到2018年了，全部都取消。贝森特回答不出来啊，
贝森特事实上在马德里的时候就讲过这一点，他说中国大陆提出一个空前大胆的建议，就是回到2018年了，不然中国大陆是不可能跟美国买那么多大豆的啦。他现在就是抓着嘛，因为川普坦白讲，川普最在意的也不是稀土，他最在意的是大豆，因为稀土美国再撑个半年没有问题啊，大豆就是完蛋了，所以中国大陆就是掐着，看你什么时候要来跟我谈大豆问题，所以你才会听到一些嘛说，那是不是要谈台湾问题啊？你不觉得台湾问题换大豆这很奇怪吗？可是他就是 care 大豆，我说川普了啊，我跟你讲，美国的媒体也不会发神经啊，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已经写过2次了，说他就是要谈台湾问题，对不对？说习近平那一边，我觉得华尔街不会乱写啦，就是你大豆被掐住了嘛，结果现在听起来就是很荒唐，怎么大豆交易台湾问题？这个就是川普才会有这种结果嘛，不然台湾问题应该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这应该是来谈国际政治吧，结果现在听到的信息不是这样啊，就是川普急着要在大豆有一个结果啊，我认为他们谈完了100分钟啊，川普就立刻就飞回去美国了。如果真的有好消息，你认为川普不会当场宣布吗？以他的个性，结果连联合新闻都没有，我们没有看到新闻稿，记者会也没有啊，就这样啊。然后你现在就看到川普附送贝森特讲的话，说稀土延1年啦，然后大豆恢复采购啦，我天知道嘞，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大陆官员讲到这2点，没有看到。好，我们所以我说了，因为商务部有开记者会哦，大陆商务部，他没有证实这一点，所以我说，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谈判真的是有一定程度的艰难呐，那所以双方，尤其是美国这一边呐，就一直用新闻战嘛，对，然后好像都已经答应了，所以股票也连涨了好几天啊。而且之前大马谈完的时候，就是贝森特也是说，由川普来决定。结果刚刚这个亮哥的说法是，川普也只是在重复贝森特说的话，所以就是在打球，一直丢来丢去，之后就是，其实好像根本就没有结论。好，我们接下来请教聂教授。OK， 那个这样讲，那个你说川普是不是谈判高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重点是当他筹码用光，桌上的牌打光了，他怎么去谈判？因为他交易的艺术在1987年写得非常清楚，他用了他的恩斯·科恩给他的3招，其实他这次都用啦。第一次讲不好听一点 ，attack and attack， 不是攻击攻击再攻击。我跟你讲，一开始第一句话，他讲的是一个 great leader， 再是 great country， 这是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国家，这就是攻击对方。这个在尼克森用过，雷根用过，他就在学招。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啊，你表面是好，里子不是。他就是这样，他到哪里都是先捧人家，连敌人他都这样讲，这是一种攻击的行为。第二呢，他讲到了，那私底下又讲理智，就是说，但是呢，他是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这样不太好。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好笑，你知道？我刚刚听了，而且他刚刚在那个握手的时候就讲出来，你觉得我也很少这样笑，一看就会想笑。我现在观众也再去看一下，这个说不好听点，就是他的谈判的技巧很厉害。不过重点，他已经被看穿了。那再来，他的中心内阁，你看这边两边对坐的哈，这边对坐的都是他中心内阁，都是有一种就是还要做这个官位，只要是川普想什么就讲什么好话的，用各种文宣粉饰太平都没有关系，非常清楚啊。他今天就是中到他第2招，他们不会认输，永不认输，他的中心内阁全部会帮他讲话，所以刚刚就是我们两个讲的吹牛嘛，吹大了，我不管他大豆多少等等，因为这个显然就是有一点芝麻小就把它放大，那这就是粉饰太平的想法，永不认输嘛。当然他也不会认错啊，所以呢，你今天柳实讲他这个真的是这个败事有余，有没有？这层次不足，我跟你讲，他不会说认为他错的，所以他这3招用的淋漓尽致。但重点来了，中国呢从 1.0 版13轮谈判就发觉，即便他今天丢多少，他丢多少量啊、值啊都跟着对打以后，发觉是输的。当时呢非常清楚，只有我们谈贸易，基本上是这样。这当然，后来到了拜登到这个末期之后，他们开始在科技这边用贸易压制了科技，压得淋漓尽致。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在科技战前面的晶片是一面倒的压制了中国，现在发现中国的筹码底气高到超过美国很多。各位，你去看一下，为什么最近啊，这个川普基本上不太讲这个习近平的很大很重的坏话，不敢啊。他对那个小国随便就骂你，随便就打你。我跟你讲，随便就要你东西就要。他即便到日本、到韩国，我要你多少钱就该给我。那去的时候呢，讲不好听点，跟那个日本也是同床异梦。他要这个以为他这个和龙共荣，另外一个去要的是我来要钱的，你要到底要给我多少？我要怎么样去提款？我跟你讲，他今天碰到了真正的对手，主要是这个整个我们的对岸的底气太高。那我们再看左边刚刚那一排讲报，他们都是公务员心态，也都是经过了我们讲说对岸的党性慢慢走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些人真是战战兢兢在拟定他们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去谈。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不管这个大豆虽然是从5月到现在终于开了这个反正不管几吨啊，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了，就是他这川普牌打光了。但是刚刚讲了一个重点，我很担心，就是他牌其实还有一个王牌。这个真的是王牌，但我不认为他是要打大豆为主啦，还是稀土。这一次我觉得要把稀土谈进，因为稀土才是对岸的王牌，因此台湾就是他的王牌。这个台湾牌很重要，所以我很担心他牌已经没了。而且你看现在牌就是关税大还是关税，降个10%就收话，他只有这一拳。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关心的是，我们剩下他的这张王牌，他要怎么用？对，好，黄舰长您怎么看呢？首先，这一次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2大国家元首见面像这次这么混乱的，因为我一直在查他们在哪里见面，就你发觉白宫还在讲说在庆州，结果中国驻这个美国的大使馆讲了是在釜山，还把釜山那个字特别加粗，意思说我强调告诉你是在釜山，就最后是在釜山。我的感觉他这一次的见面协调的过程非常不顺利，这是第一个，你就知道一直很多东西都没有确定。第二个呢？你会发现这2个人是很勉强的在见面。既然都是大国领袖，你们不想见面就不要见面。为什么要很勉强的见面？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见面，11月1号要面临那个加征100%的那个关税，那是不得了的，全世界都承受不了。所以双方都要忍耐见一面。我的感觉，他们这次见面有点像什么？2个车子啊，走过去，同时停下来，车窗开了，你吃饭没有？你吃饭没有？你今天晚上吃什么？你等下要去哪里？大概应酬了一下，然后就继续走。你看，一个到一个走。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勉强的，你叫我看它就是一个拳击赛哦。现在当响了一个这个暂停键，双方都退回去了。那后面会怎么样？我跟你讲，大家又回去修身养息去了。那这个回合是暂时结束了。那这个回合谁赢了？你知道吗？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哦。你就说大豆，刚刚说就18吨，相当于18万，相当于7000万美金。的钱7000万，他有几十亿的卖不掉。第二个，他的芬太尼啊，他说中国表达会加强管控，所以降10%。现在今年中国大陆每个月出口到美国的是215亿美金，所以少了21.5亿一个月，少21.5，从现在开始。那稀土呢，完全没有讲出来，说不管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管是不可能的，我现在你不管这，那我现在开始一买10年的分量，不可能的。任何东西只要关涉到叫做国防，关涉到机密，它一定要申请输出许可。所以最后完毕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什么没有？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谁胜了？这一回合中国小胜，因为他省的钱是21.5亿，美国只省一点点而已。好，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川习会，这个川普已经回到白宫了嘛？那么习近平他现在人还在这个韩国，那现在亚洲的焦点就全部都转到习近平身上了吗？我们来看到他抵达韩国的时候呢，韩国的高级官员是热情的迎接习近平哦，机场呢是鸣放了21响礼炮，可以看到呢礼宾分列红毯两侧来致敬呢，那军乐团呢也来进行敬乐，那机场呢也鸣放了21响的礼炮，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规格。而这也是习近平他时隔11年再度访韩，李在明说呢，期盼能够深化中韩合作互惠，因为呢最近的近100年的
演变得非常的快速，局势演变快速，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韩关系呢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期。好，不断的要去强化中韩互惠，为什么呢？因为呢，李在明似乎跟美国方面呢也没有这么的顺利啦，因为他好像没有换到他要的半导体关税。我们来看到呢，这个美韩峰会啊，在87分钟落幕了。那李在明他承诺要增加军费，并且呢要向川普要核潜舰燃料，而川普呢，他也答应了，他爽快的答应李在明，同意要在南韩打造核动力潜舰，而这也反映出呢，北韩的推进与海军的现代化有关，因为这个。南韩要这个建核潜舰的话呢，其实呢也是有助于他们去监视北韩以及中国大陆嘛，所以美方呢当然是愿意支持的。我们看到呢，川普怎么说呢？他说，南韩将在费城造船厂建立他们的核动力潜舰，就在我们美好的美利坚共和国，我国的造船业很快要迎来巨大回归，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说，南韩愿意造船，当然还是回到美国造嘛，要创造他们的这个制造业。好，再来是怎么样呢？这个川普跟李在明去谈的时候呢，是谈到要有3500亿的投资嘛，其中呢1500亿是用在造船，那另外的2000亿呢，说呢是要现金来投入的，那么这个包含了换来的这个就是汽车的关税可以降到15%。除了这个关税啊，还有投资之外，他们俩谈妥的话，其实川普很高兴的，也就是这个李在明给川普的待遇啦。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送上了新罗王朝的皇冠复制品，甚至还特别用美国牛肉来招待川普。他送上皇冠，是不是也是有一点在呼应之前 No Kings 的游行呢？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好，那川普当然也很开心嘛，他就说啊，这个美韩贸易协定已经谈妥了，跟日本的待遇一样，那就是汽车关税降为15%，但是怎么样呢？卢特尼克说了，美韩的交易呢是不包含半导体关税的，但是韩国自己有自己的说法哦。他说美方有答应说，在韩国在半导体方面呢，他是不会跟台湾交手的时候输的，所以到底是降多少关税还没有知道。好，但是呢，这个半导体很重要嘛，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川普在 APEC 企业领袖峰会的时候是特别点名了黄仁勋。NVIDIA and TSMC have just produced the first state-of-the-art Blackwell chip that was 100% made in the USA. In fact, Jensen, who's a credible guy, might be here. I don't even know. Is Jensen here? I think he's around. Somebody said he's here. How is he? Pretty good, right? 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川普要允许辉达可以放宽 Blackwell 晶片给中国，导致呢辉达的这个周三它的营收突破了5兆美元呢，成为全球第一个市值破5兆的企业。好，那黄仁勋他也盛赞啊，说现在中国的科研能力真的是直线跃升啊，追平美国恐怕5年就可以做到了哦。那么，川普他考虑要向中国出售这个 Blackwell 最先进的晶片呢，美国的官员就相当紧张了。他说呢，这可能暗示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变。许多的美国政府官员都警告说，此举可能会为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因为中国真的是很快就可以急起直追了。包括呢，中国团队现在也称啊，他们已经破解了晶片光阻剂缺陷难题，晶片的良率提升到99% 哦。他们是首度将冷冻电子断层扫描技术引入半导体领域，成功的解析了光阻剂的微观结构，并且提出了可以显著减少超过99% 图案缺陷的产业化方案呐。可以看到中国在科技上面的进展呢，真的是相当的快，是不是让韩国呢也不敢去怠慢中国呢？我们请教亮哥。其实韩国跟美国的谈判是各有算计啦。我觉得韩国人是要比高市早苗要聪明啊，比如说他要的就是要核潜艇，其实这个核潜艇我们讲白了啦，他真正 care 的是未来可不可以从里面提炼一些东西啦，因为核潜艇最终还是要能够射具有核弹头的导弹嘛，鱼雷嘛，才真正有价值嘛啊。那第二个就是你美国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核潜艇的必要的活动，我可以取代啊，所以它是有军事上的战略思维啊，所以我觉得韩国人还是聪明的啦啊。那至于那个3500亿，你看他绝口不提
绝口不提啊，因为李在明知道嘛，提这个他国家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大概，然后他也知道川普要什么啦，就是要增加国防预算嘛。那这个他首先就同意了啊。其实有很多谈判啊，真的不要看表面的光鲜亮丽啦。其实今天日本媒体已经在登了，高市早苗什么都没有要到，就跟美国搞了一个进入黄金时代的框架协议。可是你去看细看里面的内容，都是日本要付出的，没有美国承诺日本的哦，没有啊。比如说啊，5500亿，川普回家之后就立刻写贴文了，不要忘记啊，5500亿美元啊。那第二个，你承诺要买美国的大米，增加75%啊，然后要买波音，买100架啊。那不要忘了，除了稻米之外，还要买玉米啊。然后呢，重新评估日本对阿拉斯加天然气的承诺，通通都是要日本做的。请问高市早苗得到什么？美国会支持你修改宪法吗？不可能的啦。事实上，川普还要高市早苗提高国防预算，那这一点高市也不反对啊。目前是2% GDP 嘛，那高市早苗是说我们愿意增加啊。川普的目标是3.5。很多哦，所以我跟你讲啊，昨天你看到那个美国、日本光鲜亮丽镜头一堆啦，高市早苗今天就开始头痛了啦。我简单讲就是这样，5500亿啊，5500亿啊，为什么美国会记得这件事？因为之前是石破茂谈的啊。我现在当然要知道你高市的态度啊，5500亿赶快汇过来啊。李在明是同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韩国大概知道他要怎么去应付美国，比如说他的造船业就愿意到美国做大量投资啊，因为美国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的造船业全世界占不到1%，那韩国好歹有32%啊，所以这个韩国是一定要帮忙的啊。可是韩国也要借机赚钱啊。他说，我们从韩国派去美国的劳工哦，要全部都算在里面，他连这个都算哦。然后我要来收购美国的码头啊，因为我要在你这里施工啊，那你码头就要卖给我，我们来组一个美韩的在美国的一个造船团队嘛啊，那连口号都想好了，那个 MAGA， 它这个叫 MASGA 啊 ，Make American Shipbuilding Great Again，MASGA 连帽子都做出来，所以我觉得韩国是一个有对岸的国家，他很聪明啊，他知道美国需要这个嘛，那他当然就尽量争取订单啊。你以后船舰维修啊，军舰我也可以帮你维修。可是军舰美国就要修改法律，不能给外国。不能给外国，对，所以他就要给韩国一个特别地位，那韩国不就赚到了？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他很聪明的啊，他把造船业都拉去了，3大都过去了，连那个造船协会都过去了。那就说我愿意跟你说这个3500亿啊，我们先来谈1000亿啦，造船业1500啊，2000亿付现。不，所以你就知道人家有在进行嘛。那川普就会觉得，你有在动。对。高市早苗怎么办？你到美国5500亿，你先拿出个2000亿吧。他头痛死了。高市早苗现在是给出一长串的那个企业名单。对，谁要去投，谁要去投这样。可是美国要的是你先把钱弄到美国。他要钱。你不要说从日本政府给信用保证，或者是日本银行提供融资，美国反对哦。美国说钱先弄到美国再说。好，我们接下来请教聂教授。OK， 我觉得这些国家领袖真的是不太了解国际宏观，还是他们自己的脑筋有点问题。他开出企业名单又收话头，跟台湾去想想看，几个月前有同样的情形。台湾某部长呢，在听说要4000亿要给美国的时候，也邀集了非常多的企业大佬，谈谈看谁愿意去。日子过去以后，你觉得对方会怎么样？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你才来啊！开玩笑，台积电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就不懂。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台湾不对，现在日本也是一样。显然日本真的是不够聪明啊，他们只是认真做事，他们就学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忠，
他们这个建立了国家，就中心所有人都中心为国，上面的大企业就把大企业拱好就好了。所以他们以前帝国时代就是这样来的啊。他们的人民真的这智慧是不够的，当然他们的这个文化这个教养还是不错啦，但有优有缺。但我觉得这高早苗上来真的要小心，这个同床异梦，你看这他们握手，这同床异梦嘛，这个非常清楚，各怀鬼胎。好 ，anyway， 重点就是谁才是老大，当然就是美国嘛。你这个日本想跟他，我觉得就是被他拿着走。好，第二个这件事的这次的 APEC 会议是会使我想到，像刚讲，不管是庆州、虎山，讲不好听一点。这个讲嘛，就是他们开会 ，APEC 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很重要的每年的一次的亚太经合会议，那么都有它的指标作用。那这一次呢，川普就是想见习近平而已，有点我都 over 形容叫想疯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如果见不到，他真的不知道下一步策略怎么打，他不知道下一步路怎么走，这是他的痛苦，你知道吗？表面上都很好很好，这个习近平只是最近心情不太好，讲了一堆，终于见到了。所以，但是习近平为什么要就在你这个峰会那么重要的地方跟你见呢？不重要，所以他当虎山怎么调虎山，我觉得有他的原因。好，重点来了，这时候想到2013年嘛，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会议，大家记不记得？美国也是跟现在很像 ，shut down， 从10月1号到19号也 shut down 19天。当时奥巴马没办法去，10月5号到7号，记不记得习近平刚上来，他去的时候，全世界焦点全部闪光灯 spotlight 都在习近平身上。他刚上任就在讲，他说不要把我们看太好，他们其实我们觉得对岸是非常从某个角度谦卑的。他说我们经济发展的2位数成长，他到2014年是，你知道是破了4兆外汇存底哦，是第一个季破位存底。最重要就是他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有产能过剩、需求下滑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阵痛，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国家领导是看到了未来，所以的确我们的对岸产能过剩、需求下滑，包括现在房地产情况都一样。所以他们看到问题就会想办法去解决，这是一个重点。我现在讲到最后就是韩国真的去帮他们做制造船业，的确是重要，也会拉起他们的一些造船的一些一些内涵。因为美国只讲一句话叫制造业完全空洞化，几乎空洞化了嘛。他这10几20年来所走的路程很清楚，他谁要去做这种制造业，现在就靠日本、韩国。但重点，刚好我们的对岸，它的制造业尤其造船已经快速发展到你的几百倍啊，300、400倍。我跟你讲，不管日本、韩国谁到美国去都没有办法去跟对岸去比。即便这个川普一直有一个目标，一直往那边走，我跟你讲，缓不济急，而且根本也做不到那个跟对岸那个量体一样大。因此，他的底气筹码，我刚刚讲的，牌越打越少，越打到真的就打光了。好，说到造船业，这个黄舰长最了解了。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哦，就是我看这次韩国处理这个的过程哦，就像刚刚亮哥说的一样，我发现韩国人很会抓住那个机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叫我投钱，对不对？我就说我跟你一起来造舰，那我要核潜舰。刚刚亮哥也讲了，有了核潜，你知道核潜舰的那个浓缩铀的浓度是70%，那多大可以做核弹呢？90，所以你就知道他要的一个核潜舰。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他将来就可以又顺势的？因为这也有管制，你不是川普说要给他就给他的。好，你拿到之后，那我顺势是不是？那我已经有了70的，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做个90的来做个核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要知道，南韩哦，现在哦是全世界没有核子武器里面传统武器排名第1的，你知道吧？它在2025的军力排名是全球第5，那全球第1是前4是美、俄、中、印这4个国家。通通都是超级大国，你看他们的人口有多少？都有核武器，都有核武器。韩国排第5，韩国的人口有多少？你知不知道？5000万，他人也少，可他为什么会排名这么前面？你就知道韩国是一个在我们东北亚要稍微要小心的，它进步之快，它军力现在已经也超越日本，日本一直都是很强的。我最近发觉南韩怎么这么厉害的时候，你看看他最近又来一个小动作，他下一步就是核弹。那接着我要讲说，北大这一次有一个叫做分子工程学院发明，不是一个光刻机、光胶那个的融合吗？那个东西不是你想象的说整个都解决了这个科技的。它那个就是我做这个他们这个晶片的时候，就不是底下有一个晶片吗？它上面抹上一个光刻胶。抹上之后再附上一层那个叫做显影剂，然后有一个东西这样照射下去之后，有光的地方跟没光的地方，显影剂跟光刻胶就会呈现不同的分子结构的变化。过去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掌握这2个的分子的变化，为什么？你说
一个显影液跟光刻胶为什么不如？因为它太细了，你知不知道？他们那个都是几奈米、1奈米是10的负9次方，小到这个样子。那你知道这两个东西在一起，它的分子可能就有1奈米。那谁能够掌握的非常好呢？北大这一次做到了，所以它是制作模子，它的错误率降低了90%以上。但是那是材料，那不是装备，装备 DUV、EUV 还是目前一样的困难。好，我们来看到呢，其实不止这个在美中之间盘旋的是韩国，现在日本也是哦。但是呢，现在习近平要不要见高市早苗，似乎是还在协调当中。我们来看到他们眼里是在明天31号要会面的，但是呢，中国的态度呢，似乎对高市早苗已经有所警惕了。他们能不能够达成首次会谈呢？可能会成为试金石。而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表示呢，希望高市首相与习近平会面能够顺势实现3国会谈。但是啊，在 APEC 峰会上，习近平见不见高市早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吐了这一句，他说他不愿意正面答复的，仅说呢你提到的具体会晤，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讯息。好，但是呢，传出啊，高市早苗他曾经当面拒绝川普，说他不要去禁买俄国能源。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高市早苗在川普访问东京期间的时候呢，针对美国要求禁止日本进口俄罗斯能源，直接表示不买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有困难，希望川普能够理解日本的能源需求。而日本主要向俄国是进口液化天然气嘛，大约占总体的燃料进口量的9% 左右。好，而时隔30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现在啊，川普也宣布要立即来恢复这个核实验了，因为他强调这个俄中紧追在后。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核子的实验呢，其实是一直被各国说是希望能够不要去进行核战的嘛，但是现在美国自己是出来喽。我们来看到呢，川普发文，他说美国拥有的核武数量是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对现有的核武器全面更新与升级是他第一个任期所达成的。但是他说到了，因为他认为中国现在核武数量遥居第3，但是可能会在5年内迎头赶上，甚至呢，他已经指示了战争部要启动同等规模的核武测试，来立即展开这一项行动。那么 CNN 就报道指出了，说这个举动代表美国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因为美国是自1992年来呢自愿暂停核爆实验的，但是其在内华达州的国家安全基地仍然保有恢复此类测试的能力。那么在川习会上呢，也被问到说为什么要恢复核试呢？川普是回应了这4个字。他说：“谢谢大家。”在川习会前面来重启核试，川普就下令说，美国33年来首起。那《纽约时报》就说，这个时候是格外的诡异呀。好，除了这个中国可能迎头赶上，造成川普的压力之外了，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军备也是一样。这个末日武器，普京宣布海神核鱼雷测试成功。这个鱼雷呢，是能够引发毁灭性的放射海啸。它在26号成功试射了海燕核动力巡弋飞弹之后，29日它再一次去试射海神核动力超级鱼雷。这个海神呢，它长20公尺，重达100吨，可以搭载200万吨级的核弹头，由液态晶土冷却之后反应炉驱动，其射程长达1万公里，速度约每小时158公里，属于核鱼雷与无人载具的混合型武器。就分析指出，这件事情呢，凸显俄罗斯在全球核武竞赛中的态度，尤其针对美国退出了反弹道飞弹条约，并建立防御系统的回应。好，除了这个俄罗斯有这个核鱼雷之外呢，我们来看到啊，其实中国大陆的战机哦，也是进度非常的快。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陆歼36的新原型已经曝光了，它的这个作战半径恐怕超过4000公里耶。我们来看到这样子的最新影像哈，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研制的这个超长城第6代战机，其实36的第2架原型机，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试飞的阶段了。而作为重型战机定位，它的结弹量为歼20 F-35的数倍，而且它的作战半径呢是可能达到4000公里哦。这样子的巨大机翼呢，可以在容纳超大型的雷达，允许在没有空中预警机的情形下来执行超视距空对空任务。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不论是在科技啊，或者是在这个军武方面呢，似乎都已经是对邻国来说都非常的依赖。那么日本呢，能不能够见到这个习近平啊？我们高市长们能不能叫习近平，是不是很关键呢？先请亮哥。不，他们在 APEC 本来就会见面了，现在是在讲是会有周边会议的。那因为大陆现在还不愿意放消息，又来了。不，其实你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消息一定是从日本那边出来的啦，那表示高市早苗有这个意愿嘛。所以我说那个我们台湾啊，那个高市早苗粉还有那个网络的右翼啊，川粉昨天那个就结束了啦。你未来一定会发现高市早苗对于中国、俄罗斯这种大国，他很小心的啦。你不要以为他真的就敢去反中、去反俄罗斯，你这想太多了啦。日本你去想一想嘛，安倍上次3件就没成功，那个时候的条件比现在的高市早苗要好很多你日本那个时候负债哪有那么严重？你日本现在的经济跟安倍那个时代不能比所以你说他现在要学安倍要射箭了那你可以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出现重大变化吗？日本有20%产品是卖到中国的，中国只有5%卖到日本，你觉得谁有筹码？而且搞不好，如果政治氛围不对，好不容易恢复的水产卖到中国，搞不好就立刻又断了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对中国没有什么筹码而且我讲白了啦，昨天那个美国那个清单把它列出来，我们就说高市早苗光是要应付川普清单你要做完1年都有问题那你如果又跟中国跟俄罗斯搞起来，搞不好做半年就结束了所以我认为他会蛮谨慎的，因为他在党内的分量也远不及安倍所以我觉得昨天那个就算是表演就是我就是川普的妹妹啦哥哥帮我打气川粉他是完全的川粉，小迷妹这样。事实上这次日本的 MAGA 全部都支持他啦，不然本来也不一定轮得到他组阁啦，就是右翼的都疯狂了嘛就是因为川普当总统而且10月27号川普又要到日本可是真的那个不要高估太多因为美国有的实力，日本真的差蛮远的啦那我是觉得恢复核武这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对，因为这个等于是核试爆又要开始了那以美国、俄罗斯跟中国，你如果干我也干那未来核武会不会被极小化？极小化是很可怕的比如说我如果降到2000当量以下，那就可以用了。因为核武可怕的是，它如果只是作为威慑，那平常用不到嘛。它如果极小化呢？那你去想一想是什么结果这个部分目前做的最好是俄罗斯，可是美国要追上来，我认为并不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美国恢复核试验是要来较劲中俄吗？我们来请教聂教授。OK， 谈到这个核，我觉得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好了，就是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全世界到底现在有几个国家有这种核武的能量或能力？那基本上联合国理事国5大国家，中、俄、美、英、法这5个国家，那都在名单之列。但还有4个国家，大家要知道，其实叫3+1。之前呢，就是有4个，当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常试射飞弹、核弹的那个谁，金小胖。北韩是一个，再就是前一阵子这个战火燃烧的这所谓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2个国家有它的核能力这个好像可以相互制衡。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以色列，当以色列也担心这个伊朗它也的核的发展，所以呢，他一直视这个伊朗为它的很主要的一个制压的敌手那我不管怎么说，这8+1那在全世界的确是有一个让想欺负他的国家不敢随便欺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但这里面最重要当然就是刚刚也聊到有3大国嘛，就是
三足鼎立了哈，中俄美哈，不管美俄中、美中美俄这3个国家呢，他们才比较有这种能量或者这个经济实力，可以做核试爆或者做一些这个更大的一些发展。因此呢，我比较质疑的是，川普这个人想得诺贝尔奖，结果他这一次呢，却强调要做所谓的我把它当作这毁灭世界的一个动作，就是重新重定核武的计划，要核试验。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觉得答案就很简单，我刚刚讲了，他的筹码牌打光了，他现在发觉他没有东西可以跟他觉得那2个强大的对手俄国或中国来做所谓的抗衡制衡，他必须做这动作，所以非常清楚的，也就是你有没有发觉这个Taco真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他真的是怕了，这应该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赶各种牌，我们现在都不管。其实经济牌也好，就关税打到经济牌是大豆什么的，这个甚至到阿根廷牛肉，这已经都不是重点。也就是在科技军事的发展，你会发觉对岸的科技远远超过，虽然只有先进制程没追过，但是它扣住了全世界关键材料的稀土，让美国喘不过气来。这一次呢，川普用各种方式想跟习近平熟一下这个落一下原子汤，但是想拿一点东西，发现想拿重要的东西，轻的小东西可以拿到，大的东西拿不到，他最后还做这样的动作，我觉得我把它称为就是一个毁灭世界一个小动作，而且他这样子看起来诺贝尔奖不应该给他，我讲和平奖。因为他现在又同时核试验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刚刚讲到美国开始又重新核试验了，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海神鱼雷又是怎么回事呢？请黄舰长。俄罗斯的海神鱼雷就是以前大家都有提过，叫波塞冬，波塞冬就是海神的这个名字。那你知道，像现在的有所谓的核三位一体，对不对？核三位一体，第一个是潜舰打出来，打到外太空掉下去；陆地打出来，打到外太空跳下去；空射打到外太空跳下去。你会发现这3个核弹都是从外太空下来的。那美国现在是不是在做金琼？金琼如果成功，它就可以把这3种外太空下来的东西给它毁灭掉。如果它成功的话，但是有一种东西它没办法，波塞冬。波塞冬的在水下还有小，水下连找潜舰都很难。波塞冬那个圆滚滚的一个东西，你知道那是何等的去难发现。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它可以航行这么远？然后它最后的弹头，刚刚有资料有讲200万吨当量。我们那个小男孩炸那个叫做什么广岛的小男孩是1.5万吨，所以这一枚是133枚小男孩，然后他就贴在这个海里面去，你根本不知道它可以摧毁整个沿岸一个城市，一炸133枚炸起来那还得了嘛？这是一个，那这就是未来的核四位一体。哇！所以先进的国家都要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摧毁不了。那你有没有发现93阅兵中国出现了一型？跟它一样好大一个圆滚滚的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大概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这个歼36有多厉害？我拿一个美国最厉害的、最大的一个隐形战机 F-22很大吧，对不对？我们先说它的翼面积歼36是200平方米，F-22是78平方米，